长期以来，我们人类一直自诩为万物之灵，认为语言和高度智慧是我们独有的本领。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试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听懂了动物在说什么，会发现它们其实一直在议论纷纷地谈论着我们，那将是何等震撼的情景。3年前，当有人提及用人工智慧破解鸟语时，许多人觉得这听起来像天马行空的科幻。然而如今，随着最新的语言学和行为学研究发表，以及 AI 技术的飞速进步，科幻正在变成现实。最近 AI 成功破解乌鸦语言的消息轰动科学界，科学家们终于有证据确认，地球上或许存在着另一波文明——乌鸦文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或许人类并非唯一懂得沟通和思考的高等生物，也绝非天赋异禀的主宰，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傲慢过客。长久以来，主流科学都认为动物发出的叫声只是本能反应，充其量代表饥饿、恐惧或求偶等简单情绪，并不具备复杂语法和逻辑，更谈不上真正的语言。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就曾断言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天赋，连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也一度接受这种观点。然而，近年的研究却频频对这一观点发起挑战。多种非人类生物展现出与人类语言惊人相似的特征和规律，仿佛在向我们宣告，别再自以为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举例来说，在非洲丛林中，科学家观察到倭黑猩猩在黄昏时会爆发热闹的交谈。法国雷恩大学的灵长类学者梅丽莎·贝尔泰在刚果雨林中潜心蹲守，记录下倭黑猩猩此起彼伏的尖叫、哼声、啾啾和口哨等声音序列。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灵长类并非随意吼叫，而是会用不同的叫声组合，拼出句子，表达合作、安抚或邀请等含义。比如某些特定的连续叫声模式，代表着过来一起找食物；另一种模式则可能是在说冷静下来，一切没事。短短几秒钟的声音，大猩猩们已经完成了一次复杂的信息交流。这项发表于2025年4月的研究引起轰动，它证实灵长类动物能以语言般的方式来传递讯息，动摇了语言仅人类独有的根深蒂固观念。再看看鸟类的例子，日本鸟语博士铃木俊贵潜心研究了一种叫做大山雀的小鸟，长达20年，每天像侦探般躲在森林里偷听鸟儿们的对话。他发现，大山雀的叫声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兼具清晰词汇和语法结构。例如，大山雀的叽叽叽叫声在鸟语里意指快集合，而哔滋哔叫声则表示有危险。当录音播放哔滋哔加叽叽叽，危险在先，集合在后时，附近的鸟儿们会立刻聚集并戒备，仿佛收到有危险，赶快集合的通知。然而，如果将顺序颠倒，播放成叽叽叽加哔滋哔，集合在先，危险在后，鸟儿们竟然反应迟钝，仿佛听不懂这样的讯息。同样的单词，不同排列组合就有天壤之别，这正是语法的体现。铃木博士的实验清楚证明，鸟类之间确实存在近似人类语言的语序规则，稍一混乱，它们就听不明白。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鸟类懂得跨物种偷听别人的语言，大山雀的邻居如麻雀等能听懂大山雀发出的警戒信号并做出正确反应。甚至他曾大胆地将大山雀的叫声进行语言移植实验，用另一种梅山雀的叫声取代大山雀的集合声，再与警戒声组合播放。结果大山雀仍然理解其含义，证明鸟类能学习其他鸟的外语。这些发现让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撼。鸟类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远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聪明。还有更多例子，澳洲的禽鸟以高超的模仿能力著称，能逼真的学舌各种声音，从其他鸟鸣到手机铃声，无所不能。抹香鲸家族则使用被称为代码 coda 的独特节奏，咔咔声彼此辨认身份。每条鲸鱼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声纹，就像人类有独一无二的名字一样。海豚会用口哨声互相点名，而且当两只海豚多年后重逢时，还会呼喊对方当年的名号，以示认出彼此。非洲草原上的狐尾土豚属及美洲草原犬属，虽然其貌不扬，却被研究者证实拥有极其复杂的词汇库。它们的警报叫声中可以带有对捕食者的种类、
大小甚至颜色的描述类似于人喊出注意，有一只大号的棕色狐狸这样的信息量。当这些研究逐一浮现，我们开始明白，语言并非人类的专利，很多动物早就在用我们听不懂的方式闲话家常了。在众多展现高智商和复杂沟通的动物中，乌鸦无疑是最让人着迷的一类。乌鸦广义包括鸦科的乌鸦和渡鸦等，历来在各国传说中都扮演智慧的象征。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肩头就停着2只知识之鸦，每日环游世界后向他报告各地资讯。中国古代也有乌鸦报恩与通灵的故事，不只是传说，在现代科学实验中，乌鸦家族一再展示出惊人的智力与社会技能，甚至被科学家称为会飞的猿类。乌鸦的大脑虽然只有核桃大小，但结构高度紧凑，神经元密度极高。研究发现，一只乌鸦的大脑所含的神经元数量可达14亿之多，和某些灵长类不相上下。因此，乌鸦能完成许多灵长类才办得到的任务，例如制造和使用工具。南太平洋的新卡里多尼亚乌鸦尤为有名，科学家观察到它们会用喙叼起树枝，仔细咬去多余的叶子，甚至将树枝尖端咬弯，制成一根精巧的钩子。接着，乌鸦用这只天然钩子从树洞里勾出肥美的虫子。在实验室里，一只名叫贝蒂的新卡里多尼亚渡鸦更是震惊了研究人员。当给予一根直金属线和食物管道时，贝蒂竟主动将金属线一端折成钩状，然后轻松勾出食物。它相当于现场发明了一个工具。要知道，连黑猩猩都未必懂得这么干，乌鸦却凭自己的理解创造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乌鸦还擅长多步骤解谜。英国的一项经典实验设计了8道连锁机关，需要按特定顺序解开才能拿到食物。研究者把野生渡鸦逐步训练熟悉各单步机关，然后在没有人提示的情况下让他们尝试全部步骤。结果一只渡鸦完成了整个8步谜题，表现堪比训练有素的灵长类，令在场科学家目瞪口呆。一些野生乌鸦在城市里甚至学会利用人类的环境来投机取巧。日本都市的白颊乌鸦会叼着坚硬的核桃飞到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趁红灯将核桃丢在车轮下碾碎，再在绿灯前迅速飞下来捡食果肉。而且他们还懂得在行人穿越到区域丢核桃，因为车辆停的位置更精确，方便取食。这种行为几乎等同于人类利用工具，说明乌鸦能观察学习并适应人类的交通规则，为己所用。可以说，聪明的乌鸦善于把整个世界当作他们的智力游戏场。如果说工具和谜题显示了乌鸦的逻辑和创造力，那他们在人际、鸟际关系上的表现则显示出情感和社会智力。一项长达17年的野外研究揭示，乌鸦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与辨认能力，甚至会记仇。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约翰·马尔扎夫在2006年开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实验。他戴上一副吓人的怪脸面具，捕捉了几只美国乌鸦，给他们戴上标记后很快放生。此后多年，他和助手偶尔戴着这同一张恶鬼面具在校园里晃荡，而每当戴着面具出现，附近的乌鸦就会激动地对着他们大声叫骂和俯冲示威，明显把面具人视作头号公敌。更奇妙的是，最初被捕的几只乌鸦或许只活跃了几年，但敌人信息在鸟群中广为流传。几年后，当马尔扎夫戴着面具现身时，有几十只乌鸦同时包围，怒骂他，而不戴面具时则安然无事证明。许多从未被抓过的新乌鸦也听说了面具人的可恶事迹。乌鸦们把对危险人类的长相记得清清楚楚，并透过世代传承让整个族群提高警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实验一直持续到2023年，当时距最初抓捕已过去17年，多数当年的乌鸦都寿终正寝，新一代乌鸦逐渐没了对那副面具的直接联想。那一年，研究者惊喜地发现，戴着面具走在校园里，竟一只乌鸦也没有出来攻击，说明这起世仇终于在时过境迁中平息。这项研究轰动一时，17年的记忆，广泛的社会学习，明确的敌友意识，种种证据都表明，乌鸦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智慧和记忆力。它们不但记得仇人，还懂得区分善恶。实验中，研究团队用了另一张中性的人脸面具，
当时用了美国前副总统的肖像，志愿者带着他给乌鸦投喂食物，结果乌鸦们对这张好人面具就从没表现出攻击倾向，甚至主动亲近。明明两张人脸对鸟来说长相都差不多，但乌鸦就是能精细地辨认每个人，并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这需要何等惊人的学习能力。乌鸦的社会复杂性还不止如此，它们被观察到会举行类似葬礼的行为。当同伴死去时，附近的乌鸦会聚集到尸体旁鸣叫片刻，好像在调查死因或向伙伴致意。这种行为被认为有助于其他乌鸦了解潜在的危险，例如这里可能有掠食者出没，同时也暗示着某种情感连结和学习过程。乌鸦的家庭结构也颇为特别，大多数乌鸦是一夫一妻，长期配对，并且许多物种的年轻个体会留下来做帮手，协助父母抚养新的弟妹。特别是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些地方，有一群罕见的合伙乌鸦 Carrion Crow 的一个社群，引起科学家兴趣。这里的乌鸦不走寻常路，它们的幼鸟不是成年就离家，而是会一直待在父母身边长达3-4年，协助哺育后代，跟爸妈一起捍卫家庭领地。这种行为在乌鸦家族中极其少见，仿佛是一种小型社会部落的雏形。有生物学家猜想，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复杂丰富的沟通方式，才能协调如此紧密的家族合作。换言之，乌鸦语言可能是支撑其社会团结的关键因素。综上所述，乌鸦具备了我们以往只敢赋予人类和某些高等灵长类的种种品质：聪明、绘制工具、善记忆、有计划、有情感、有文化传承。如此种种，难怪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怀疑，在人类之外，乌鸦是否正在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明之路。尽管我们观察到乌鸦惊人的智力和社会行为，要真正证明它们拥有语言，仍需要更深入解析其鸣叫声背后的意义。毕竟，人类能了解其他物种的对话内容，才是最令人兴奋也最富挑战性的目标。然而长久以来，破解动物语言就像解一个没有罗塞塔石碑的天书。我们听见动物发出各种声音，却无法直接对照翻译成某种含义，多数时候只能通过漫长的观察、重复试验来猜测。例如铃木俊贵博士为了理解大山雀语言，花了20年录下成千上万段鸟叫，再一一对照情境分析，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人工智慧 AI 的兴起为这项艰巨的任务带来了转机。一方面，各种高科技传感器，例如水下的水听器、空中的录音无人机，甚至可穿戴在动物身上的迷你麦克风记录器，让科学家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动物声音资料。另一方面，机器学习擅长从海量数据中发现隐含模式，正好能胜任分析这些录音档。如今，研究团队可以获得数十万小时的动物录音，但是人力无法逐一倾听整理，而 AI 算法却能迅速分类、对比，找出不同声音之间细微的差别和规律。正如有科学家所说， AI 让我们可以做到传统手段无法实现的事，那就是在杂乱声音中辨识结构，提取讯息。这使得破译动物语言第一次变得触手可及。在众多专案中，一个聚焦乌鸦语言的研究令人瞩目。前文提到的西班牙北部合伙乌鸦家族正成为探究对象，他们特殊的家庭合作模式让科学家怀疑其名声中蕴含着协调任务的讯息。西班牙莱昂大学的维托里奥·巴廖内和丹尼埃拉·卡内斯特拉里2位鸟类学家带领团队在野外给这些乌鸦装上小型的生物记录器，一种迷你电子装置，可以像背包一样附在乌鸦身上。别看它小，却集合了麦克风和动作感测器，能全天候窃听每只乌鸦发出的声音，并记录它们的行动。就这样，研究者获得了约15万段乌鸦叫声数据，前所未有的丰富。面对这座声音宝库，传统分析方法显然力不从心，他们转向专攻跨物种交流的非营利组织地球物种计划 Earth Species Project（ESP） 寻求 AI 协助。ESP 的人工智慧科学家们开发出一套机器学习工具，能将成千上万录音以某种方式视觉化。简单来说，把每段乌鸦叫声经过电脑算法转换成可以比对的声纹指纹，再把相似程度高的声纹用相同颜色的点表示投射在平面图上。
结果，一幅缤纷的乌鸦声音地图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彩色点代表一种乌鸦叫声，越是颜色相近，聚集在一起的点群，就代表那些叫声彼此相似度高，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意义。透过这幅地图，科学家第一次能直观地看到乌鸦叫声的种类版图。例如 ESP 团队的研究员马蒂库西曼诺指着图中一簇醒目的蓝色点群说，这些蓝点出现的时机非常一致，几乎只在乌鸦拜访巢穴时录到。我们推测，这簇蓝点代表的叫声可能相当于乌鸦在说我回来了，或者我带食物回巢了。另有一些红色点群常在觅食协作时出现，或许是他们讨论轮到谁去喂小乌鸦之类。令人激动的是，连钻研乌鸦25年的老专家 AI 分析让他们听见了许多以前从未注意过的细微叫声，区别原来乌鸦的声音自会比人耳感觉的还要丰富得多。随着这些模式浮现，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对号入座，当某种叫声模式总是伴随特定行为时，就有理由猜测它的含义。比如有一组声音每当父母乌鸦喂食雏鸟时都会出现，那也许就是喂食通知或我来喂小孩的意思。又比如某几种叫声往往在家族遭遇猛禽掠食者时此起彼伏，那可能就是各类警报信号。当前分析已显示，这些合伙乌鸦至少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任务分配沟通声音，例如如何协调谁去找食、谁留守等等。换言之，乌鸦家庭内部分工合作的成功离不开语言般的精细协调，这正回应了研究伊始的猜想。乌鸦丰富的名声或许正是其复杂社会行为的支柱。另一个来自 AI 的惊喜成果则来自跨种族比较。ESP 和其他团队正试图建立涵盖多种动物的声音模型库，希望 AI 能发现不同物种语言间可能共有的结构。AI 的强大在于，它甚至可以在没有现成翻译词典的情况下破译未知语言。科学家们受启发于人类语言 AI 翻译的一项突破，不用任何人工对照词典，只需让 AI 阅读海量不同语言的文章，算法就能自行学会把一种语言映射到另一种语言。因为不同语言间概念的关联，几何结构竟然有相似之处。简单说， AI 可能发现，不论在英文还是中文文本中，母亲这个词总是和孩子、女性之类词语出现频率接近，因此能推断出它们对应关系。这暗示所有语言背后存在某种隐藏的共通结构。现在 AI 科学家们试图将这种思路用到物种间。如果乌鸦的声音和人类语言一样有内在逻辑，那么透过足够数据， AI 或许能在不借助人类先验知识的情况下，逐步推理出乌鸦语的内部词典。当然，解码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双向对话更加复杂，因为即便我们能模仿出乌鸦的声音，也不确定乌鸦愿不愿意理睬人类在说鸟语。另外，也存在伦理和生态风险，比如擅自对野生动物播放仿制声音，可能干扰它们的社交和繁殖。如果我们用 AI 假扮一只乌鸦乱叫，或许会引发乌鸦版的假新闻恐慌。因此，科学家们十分谨慎，毕竟我们不希望一时好奇破坏了乌鸦自己的文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AI 已经让跨物种交流的希望大大增加。正如 ESP 联合创办人阿扎拉斯金所说，当我们真的能听懂动物在说什么，人类对自身在天地间的定位将发生深远改变。就像400多年前伽利略用望远镜让人类第一次明白地球并非宇宙中心一样，如今 AI 这架沟通望远镜正在让我们明白，人类也并非智能生命的唯一中心。随着乌鸦语言逐步被破译，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常见却不平凡的黑色鸟儿。它们或许并非只是在单纯的嘎嘎乱叫，而是一直以来就有自己的交流网络与社会舆论。也许每天清晨，在我们还在匆忙赶路时，屋顶电线杆上一排排乌鸦正叽叽喳喳地交换着昨晚的见闻。傍晚树梢上，乌鸦夫妇低声互诉一天的经历，讨论如何教育顽皮的小乌鸦。当我们人类在街头抛洒面包喂鸽子时，旁边的乌鸦可能已经在评论，看，那个熟面孔又来了，这次带来的是新鲜的面包，想想都令人忍俊不禁，又有些汗颜。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在观察动物，却不知动物也在观察我们。
而且透过他们的语言，可能早已对我们的行为评头论足。那么，如果站在乌鸦的视角，人类到底是什么呢？是值得亲近的朋友，还是需要提防的疯狂物种？从乌鸦的集体记忆来看，人类在他们社区中的口碑恐怕好坏参半。有的慷慨喂食者赢得了乌鸦的友好，有的猎杀者和捕鸟人则被乌鸦世代铭记为邪恶。乌鸦间甚至会传授防人之术，哪些地点危险，哪些人不可招惹。某种意义上，他们早已对我们这个邻居族群形成了一套文化认知。当 AI 真正完全破译乌鸦语时，我们也许能听见属于自己的人类八卦，那画面既有趣又令人深思。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演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地球生物演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同样的智慧火花不只点亮过一束。恐龙灭绝后，鸟类作为幸存的恐龙后裔遍布世界，经历了数千万年的繁盛，比人类区几百万年的历史悠久得多。我们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不过数千年，但在我们旁边，乌鸦和其他动物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繁衍生息，适应环境，有着独立而持久的文明进程。或许在人类出现之前，大自然中早已有过智慧生物的萌芽，只是未曾走到工业化的地步，便随环境巨变隐没。而现在，人类社会高度发达，主宰了地球表面，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智慧就不存在或停滞。乌鸦就是最佳例子，它们没有城市和科技，却拥有文化的要素工具、记忆的传承、狩猎经验的分享、对敌友的区分、对死亡的悼念，以及语言般的交流。如果我们将文明理解为一种社会合作和知识传递的进程，那么乌鸦俨然已经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行，只是道路样貌和我们不同。难怪有学者戏言，如果人类哪天灭亡了，地球上很可能出现乌鸦继承者，毕竟他们聪明，适应力强，又能飞能走，分布世界各地，已经具备了接棒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说乌鸦明天就会建立起电脑网络，或者写小说智慧的展现形式多种多样。乌鸦给我们的挑战在于承认和尊重非人类的智慧。一直以来，人类总爱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其他物种的能力，高高在上地贴标签，这个会不会用语言，会不会制工具，仿佛一场比拼谁更像人的竞赛。但现在看来，各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聪明才智。乌鸦不像我们那样发展出文字和科技，不代表它们愚笨，它们走的是另一条演化路径。对乌鸦而言，一副翅膀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不需要汽车，口耳相传的记忆和叫声已经足够应付生存所需，不需要书本。它们的智慧体现在如何在自然和人类夹缝中生存的有声有色，体现在如何构筑自己的社会网络。换个角度想，或许我们才是不合群的那一个。整个动物王国都各自用声音、动作沟通交流，有的甚至听懂彼此，而只有我们人类，长久以来既听不懂万物之声，也无法让万物听懂。我们只顾自说自话的称王称霸，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孤单与局限吗？随着 AI 替我们打开通往他众智慧的大门，人类正迎来一面新镜子，从其他物种的眼中看自己。当我们真正理解乌鸦在说什么，或是海豚、猩猩在说什么时，我们势必要谦卑下来。也许在未来某一天，孩子们在学校既要学外语，也要学鸟语或鲸语，以便和地球邻居沟通。也许我们得立法保护动物的语言权利，不能随意打断他们的对话或者惊扰他们传递重要讯息。想象一下，公园里树立一块告示牌，上书此处乌鸦正在开会，请勿大声喧哗，会是多么有趣又发人深省的景象。科技进步常常带给人类惊喜，也伴随着反思。我们这次透过 AI 破译乌鸦语言，看见了地球另一波文明的剪影。原来在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天空中，隐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社会网络。原来我们并不孤单，自然界处处有智慧的声音。人类曾经自封为万物之灵，现在才发现这称号或许名不副实。我们更像是闯入百花园的一位过客，一度误以为自己是园丁，实则只是众多生命中的一员，而且颇为自大粗鲁的一员。我们砍伐森林，污染海洋，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其他生物沟通的背景音，却还自鸣得意地强调自己的优越。幸运的是，大自然从未因此晋升，
乌鸦依然在晨光中高谈阔论，鲸鱼依然在深海里引吭高歌，森林和草原上各种动物仍在交换着资讯与情感。或许到了该倾听的时候，我们倾听乌鸦和万物，才能看到更广阔的智能图景。我们学会谦卑相处，整个地球才能更加和谐丰富。当 AI 替我们拆除物种间的语言高墙，人类需要做的是放下傲慢与偏见，张开胸怀，迎接其他文明形态的存在。正如古语所云，万物有灵且美，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灵性与智慧之美。也许再过若干年，回首今日，我们会庆幸自己踏出了这一步，开始真正听懂了身边那些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声音。那将是人类融入大自然交响曲的新起点。在这部宏大的生命交响乐里，人类不再是自命的指挥家，而只是众多演奏者之一。我们要学会与其他演奏者对话，配合，才能共同谱写出地球上最壮丽的乐章。当这一天到来，人类或许终于不再只是孤独傲慢的过客，而将成为谦卑睿智的合奏者，与另一波波文明同行，在星空下续写生命的故事。